短短2天，中东接连不断发生战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月2日报道称，美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实施了一系列超大规模的打击行动。空袭发生后不久，美军阿萨德空军基地和叙利亚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遭遇到了火箭弹袭击。稍晚一些，英美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展开了第3轮联合打击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支持武装组织的袭击能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均在2月2日发布声明，证实美军于当天发动了报复性打击。据美国中央司令部2日发布的声明表示，2月2日下午4点，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在伊拉克3地和叙利亚4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和附属武装组织共计超过85个目标进行了空袭，其中包括他们的指挥中心、情报中心、武器弹药库等设施。据说此次空袭，美军动用了大量飞机，其中甚至有从美国本土起飞的 B-1 远程轰炸机，其续航能力为 1.2 万公里，最大航速 1.25 马赫，可执行洲际轰炸任务。在此次攻击过程中，使用了超过125枚精确制导弹药。整个空袭持续时间，据作战部负责人道格拉斯·西姆斯透露，大约有30分钟。损毁情况，由于炸弹在击中地面武器时引发了大规模2次爆炸，目前暂时不清楚人员伤亡和损失情况。几乎同一时间，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叶海亚·拉苏尔也发表了声明。前者称，空袭发生在叙东部沙漠地带，和叙利亚、伊拉克2国边境地区，空袭地点共有20多处，尚不清楚空袭造成的全部伤亡情况。后者则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加伊姆市等受袭地点，和至少造成16人死亡，以及表达了对此次空袭的指责。叶海亚·拉苏尔称，这些袭击侵犯了伊拉克主权，为伊拉克和整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带来灾难性打击。那么，美军实施报复性空袭的原因是什么呢？此次美军报复性空袭的导火索是3名美军士兵阵亡事件。1月27日，驻扎在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美军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超40人受伤。这是以哈冲突以来美方首次报告有美军士兵在中东地区遇袭身亡事件。本来美军在中东地区承受的压力就大，这一死人，事态升级，压力需要宣泄，加之阵亡家属要求做出回应，自然就有了这次的报复性空袭。当然，3名美军士兵阵亡事件是导火索不假，但报复性空袭的诱因早已埋下。自去年10月以来，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就频频遇袭。据美军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1月30日，美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基地累计遭到了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166次袭击，一直在搂老虎胡须作死。美军压力也是在此过程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当然，在此过程中，美军也对伊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代理人武器库实施数次打击，试图震慑住这些武装组织，但从效果并不明显。对此，有一些议员呼吁美国直接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以发出明确的信息，劝其停手。但拜登政府的意思是要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任何回应都要适度。但是在3名美军士兵阵亡事件发生后，美军压力和怒火彻底被点燃。拜登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认为必须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才能永远阻止武装组织再次发动袭击。于是便有了2月2日的报复性空袭行动。甚至拜登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未来几天内这一军事行动还将继续进行。至于谁是3名美军士兵阵亡事件的幕后黑手，白宫31号透露称，其认为是一个名为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武装分子散失组织策划了这场无人机袭击事件。据约翰·科比透露，该组织包含多个团体，其中包括卡塔伊布真主党，这是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最强大的武装组织。但约翰·科比并没有把袭击美军基地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卡塔伊布真主党，而是说该团体只是众多袭击美军基地的组织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3名美军士兵阵亡事件中，武装组织袭击时使用的无人机是伊朗制造。
据 RFI 的报道显示，伊朗多年来一直在投资这些非正式称为抵抗轴心的地区代理组织，如向他们提供资金、武器和培训等。该报道指出，伊朗一直以来都在寻求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并迫使美国从该地区撤军。不过，自10月以来，这些代理组织发动的其他袭击均未造成美国军人死亡。这次出现伤亡，引发美军这么大反应，恐怕也在意料之外。但要说玩脱，那也不至于，毕竟美伊关系大家都清楚，自1980年至今都断交44年了，多一2个把柄也是债多了不愁。不过受到的损失也足够让他们肉疼了。除了实施报复性空袭外，美国还对伊朗武器制造计划实施新的制裁。据半岛电视台2月3日报道，美国2月2日宣布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计划实施新的制裁，并称其官员参与黑客攻击美国基础设施。具体行动有：一是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4家公司实施制裁，其中1家位于伊朗，给出的理由是他们为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计划提供材料和技术工具。2是美国财政部对伊朗革命卫队网络司令部的6名官员实施制裁，给出原因是他们针对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展了恶意活动，如黑客攻击。3是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宣布没收了革命卫队公司试图进行洗钱的 1.08 亿美元。在此份声明中特意指出，伊朗在利用黑市石油销售渠道为其犯罪活动提供资金，例如支持伊朗革命卫队、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其他与其有关联的恐怖组织。通过以上美军采取的行动可以看出，美国在给伊朗施压的同时，也想从根源上断掉伊朗支持组织的武器来源。面对美军的报复性空袭，伊朗系武装的反击也紧随其后开始了。根据叙利亚电视台的报道，在美军发动空袭后不久，在叙利亚东部科尼科油气田附近的美军基地遭到多发火箭弹打击，并引发大火，损失尚不清楚。有消息称，这是伊朗支持武装组织对在康菲石油公司附近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实施反击，一共发射30多发土制导弹。稍晚一些，伊拉克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回应称，其向美军的阿萨德空军基地以及叙利亚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发动了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这些武装组织的战术给火力军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和也门胡塞的打法战术如出一辙，就是想要靠发动小规模袭扰战拖住美军，有伊朗在背后供弹，完全不在乎自身基地是否暴露。像最近3个多月，英美联军在多次轰炸了胡塞武装多处基地，甚至宣称已经瘫痪了胡塞武装封锁黑海的能力。但结果是，胡塞武装换个地方获得新弹药后，继续向红海发射弹道导弹、反舰导弹以及无人机。就连美国刘易斯·普勒号这样的大型军舰都敢袭击，完全不在乎自身损失。火力军甚至怀疑这是想要拖垮美国军力，毕竟美国现在可是在多线作战，先军援了乌克兰数百亿美元，后又出兵中东，全力支援以色列拿下哈马斯。但也门胡塞以及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加入，加上朝鲜半岛、东欧局势等等，总感觉美军陷入了多线作战的怪圈。如今，英美联军正继续对也门胡塞军事目标实施第3轮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月3日，英美联军在也门打击了至少10到30个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其中包括有也门胡塞武装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3日报道，英美联军当晚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其他省份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空袭。据悉，在萨那南部，当地居民看到有多架战机从萨那上空飞过，有2处目标遭到空袭，并引发了爆炸。此外，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扎马尔、贝达和红海城市荷台达等地当天也遭到空袭。这是英美联军第3次开展大规模联合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武器发射器、雷达站和无人机。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进一步瓦解和削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能力，同时也是在向胡塞武装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立刻停止对国际航运和海军舰艇的非法袭击，不然后果你们承担不起。甚至有美高级政府官员出来强调称，这次打击行动与美国2号的报复性空袭是分开的，仅仅只是对胡塞武装先前袭击行为的直接回应。
据悉，第3轮英美联军打击用的武器主要是来自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 F-18舰载机与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从红海发射的战斧导弹。F-18相比 F-14的高空高速作战优势，其性能相对均衡，可以执行对空、护航、对地打击等多种任务，综合性能名列前茅。这样的武器挂载能力是 F-18的依仗，在对空作战时能携载 AIM-7、9、120导弹，对地打击有 AGM-62、65、154、158导弹以及 B-61战术核弹，对舰则主要靠 AGM-84和 AGM-158C 导弹，即便执行反雷达作战也有 AGM-88。针对堡垒、建筑物时，也能换装 GBU 系列和 MK80 等炸弹实施攻击。其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30吨，可以挂载5个副油箱，航程上非常占据优势。而且 F-18的身上已经采用了隐身设计，其雷达反射面积已经大大减少了。同时，相比 F-14、F-18的另一个优点就是生产成本低，便于维护。一架 F-18的设计寿命就达到了6000小时，此次能痛击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F-18 功不可没。其也曾多次令也门胡塞的袭击计划流产。如2月1日，美军使用 F-18在也门西部袭击了10架准备发射的无人机，又或是1月9日到10日，面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21枚伊朗制导弹和无人机，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立刻参战， F-18紧急从航母甲板起飞，猛烈开火进行拦截。此外，还有格雷夫利号、梅森号和拉伯恩号等3艘美国军舰，以及英国海军的钻石号驱逐舰纷纷参战，对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在此次激战中，英美联军展现出强大的作战能力，击落了3枚胡塞武装的导弹，包括2枚巡航导弹和1枚弹道导弹，同时还成功拦截了18架无人机。这一回应不仅有效地保卫了舰队和商船，也展现了美军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威胁时的强大应对能力。与英国驱逐舰钻石号的合作，还彰显了国际联合舰队的合作与协同作战能力。后者袭击时用的 BGM-109 战斧导弹，其研制于20世纪70年代，是美海军和陆军非常重要的一款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只是当初受制于中导条约，美军仅保留海基型号。接下来我们详细了解一下这款导弹。80年代时，美海军为了应对苏联舰队，开始研发和列装 BGM-109B 战斧反舰巡航导弹，其射程超1600公里，实现了舰队防区外打击目标的能力。加上其使用的高爆弹头、先进雷达导引和高速处理器，让它在对水面舰艇搜索、跟踪、毁伤上大有所为。不过，该型导弹也仅仅只是短暂服役，在90年代初期就被美军全面撤换，换成了带有常规弹头的 BGM-109CD 型号。这是一款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其中 C 型为杀伤爆破弹头， D 型为高爆集束弹头。两款导弹曾在海湾战争期间充当了踹门的打手，直接打得伊拉克防空体系毫无还手之力，作战成功率达到 85%， 因此一战成名。之后，美军对 CD 型号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了改进，然后就有了 Block 2、3、4、4+ 等多批次型号，其打击精度不断提升，误差甚至能缩小至10米左右。在各批次中 ，Block 4、4+ 性能应该是最先进的，导弹长 5.56 米，直径约 0.5 米，重 1315.4 公斤，翼展 2.7 米，采用混合制导系统和双波段卫星数据链。Block 4+ 则是在 Block 4的基础上改进而来，被称为战术战斧，其整个结构与系统配置均重新设计，换装了专用于攻击混凝土永固工事的新弹头，射程增至2800公里，能在目标上空盘旋约2小时。此外，该导弹还对弹体外形进行了隐身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导弹的雷达反射面积，达到隐蔽打击目的。而且战术型战斧相当重视降低成本，单价预定为57.5万美元，仅为以往战斧单价140万美元的1/3。虽然战术型战斧的成本降低不少，但是性能不降反增。其最大的革新就是使用弹性较以往大幅增加，先前的所有陆攻型战斧导弹在发射前需拟定任务计划，将地形与影像等资料输入导弹等程序，相当麻烦且耗时。此外，在 Block 4之前的陆攻型战斧都无法在中途更改目标，
这些限制使得早期的陆攻型战斧导弹只能攻击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目标，无法运用于快速反击打击任务中。但现在不同，战术战斧的导引系统可预先输入15个不同目标，在导弹升空后，可视情况选择预设目标之一加以攻击。指挥单位也能利用数据链引导战术型战斧攻击一个不在预设之内的新目标，大幅增加了使用弹性。战术战斧于2003年投产，2004年开始服役，先后生产了4000余枚，装备在巡洋舰、驱逐舰和攻击核潜艇上。该导弹采用垂直发射方式，是美国海军对陆打击的主要武器。至于最新的 Block 5海上打击型战斧，是在战术战斧的基础上，重点主要改进了导航和飞行中锁定目标能力，使其能准确定位上千公里外的海上移动目标，并引导巡航导弹实施精确打击。其分为2款，一款是具备对海打击能力的 Block 5A 型，另一款是强化对陆打击能力的 Block 5B 型。5A 型的射程虽然降低至1600公里，但仍超过目前所有的反舰巡航导弹射程，接近反舰弹道导弹射程。加上一定的隐身能力，想来打击航母战斗群或在舰载机防空圈外进行攻击，应该不在话下，且价格也降至200万美元左右，能使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在退装与插反舰导弹后，继续保持对海打击能力。5B 型，雷声公司透露，会将美军现役4000多枚 Block 4自家巡航导弹的一部分升级为5B 型，美海军实力将会越来越强。好了，对于美军削弱伊朗支持武装组织的袭击能力和伊朗支持武装组织的反击，企图拖垮美军的战术行动，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